情，咱们的夷陵老祖魏无羡刚刚在疯子莫玄羽的身体里重获新生。然而现实骨感，还没等他威震天下，这小伙子就先沦为了驴奴。这只驴子脾气古怪得很，干草不吃，只吃带露水的嫩草，动不动就撂挑子踢主人。想让他走，得在他面前悬个苹果才行。没错，小苹果正是加入江湖。在前往大梵山的路上，魏婴无意间听到一群年轻修士在为风邪盘吵得不可开交，这可是他前世亲手发明的好东西。有人吐槽是劣质产品，有人却极力维护，他可是我偶像啊！看来就算消失了16年，魏无羡的名字依然是仙门百家的顶流。然而江湖从来都没有风平浪静的时候，魏婴刚到大梵山脚下，就发现了异样。当地百姓接连遭遇失魂奇案，一位叫阿烟的姑娘变成了疯子，整天对着大梵山跳舞，连他爹也性命不保。还没来得及查明原因，山上就传来了惨烈的求救声。原来是兰陵金氏的傲娇大王布满全山，就为了围捕怪物。结果怪物没抓到，反倒挂满了被误触机关的其他门派修士。看到莫玄羽经过，金陵不仅不放人，还恶语相向，真是有娘生没娘养的家伙。这正戳中了魏无羡的逆鳞。魏无羡果断施展小著数，当场给这臭小子上一课。然而真正的狂风暴雨才刚刚开始。魏婴刚戏弄完金陵，一道杀气腾腾的声音瞬间响彻山林，他舅舅是我。姜氏宗主姜成霸气登场，嘲讽蓝湛四处游历是来寻人，而蓝湛依旧面无表情。此时的魏无羡只能缩在树后，心脏狂跳，生怕被这两位昔日旧友认出来。躲在树后的魏婴无意中听到旁人的议论，金陵竟然就是当年父母双亡的可怜孩子，也是他最敬爱的师姐江厌离唯一的骨肉。自己刚才脱口而出的那句有娘生没娘养，宛如一把尖刀狠狠扎进魏婴的心房。他在极度悲痛中自我责备，内心备受煎熬，但眼下根本没有悲伤的时间。凭着天才般的敏锐直觉，魏婴注意到墓地旁生长着大量巨灵草。他猛然醒悟，吸食人魂魄的根本不是食魂煞，而是庙里的那尊五天女石像。果不其然，巨大的石像瞬间活了过来，直奔金陵和蓝氏子弟发动猛烈攻击。而这群小辈身上偏偏没带信号弹，形势万分危急。生死攸关之际，手无寸铁的魏无羡急中生智，拔出诡异的笛声撕裂夜空。紧接着，轰！一道被铁链缠绕的黑影犹如陨石坠落，一击便将五天女石像砸得粉碎。没错，来者正是凶名赫赫的鬼将军温宁，那个本该在16年前就被错骨。由于刚才笛声过于急促，导致温宁大发凶性。魏婴见状，赶忙转变曲调，吹响了一曲温柔平和的风笛，这才安抚住了鬼将军的神智，并将其引退。这祸抽离肉身，可奇怪的是，莫玄羽的魂魄依然完好无损，因为这根本不是夺舍，而是献舍。
蓝忘机及时出手，架住了江城的第二边，正是挺身而出，将魏婴护在身后。随着这一集波澜起伏的剧情落幕，无数的回忆涌上魏无羡的心头。他想起了年少时在莲花坞的无忧岁月，想起了和师姐江城一起兴高采烈前往姑苏听学的时光，肆意青春。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想回到16年前，哪怕是一场梦，我也不愿醒来。当蓝湛已经开始怀疑莫玄羽的真实身份，接下来的剧情又将如何发展？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把它分享给您的亲至内容的巨大动力。再次衷心感谢大家，我爱你们。虽然很不舍，但现在不得不和大家说再见了。魏无羡，都起检了，我先走了。